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请多包涵耶！我就是请多包涵的那个涵，Hannah 杨凯涵。大家好，我是老熊的，但是我不在请多包涵里面，我是什么角色？我是包的那个，被包走了这样。喂，肚子一大包的那个。我们就是做这个节目就是轻松，然后我们可以包的话题很多。那如果说不够好，那我就是请大家请多包涵。这节目终于开始了，我们其实也准备了好一会儿哦。来跟大家聊聊请多包涵的节目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我们有某一次嘛哈，在吃饭。然后突然聊，为什么我们你有想过要做这个吗？做个 podcast 啊，或者是 YouTube 啊，把我们一些过生活的经历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很 real 的，对，真实的这种生活的经历，是生活的经验，是甚至是一些故事，我觉得记录下来这件事情是还蛮好的啦，就是至少当某一天我们不在的时候，别人还可以看看这个两个搞笑的东西。好悲催啊！没有，这不是悲催，这个叫做为生命留下痕迹。是，我觉得这还蛮重要。而且我觉得我们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蛮成熟的大人了。你有没有想做什么事？而是除了工作以外，除了上有老下有小这些事情之外，你的责任之外，你有没有想做什么？那我们其实就是很想要做一个节目，我们是不是做一些可以，比如说可以交朋友，对，然后呢，把大家想说、不能说、不好说、不方便说、没地方说、不能跟人说的，我们可以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我们来帮大家说，对，好，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发生过的这些经历啊、故事啊，大家想要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讲，对，很欢迎大家把你的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对，我们就可以在我们下一集的节目里面，或是未来的某些节目，我们选到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我们就把它在这个节目里面把它讲出来。对，那我们可以请多包涵，就包山包海，可以包很多。要不是说我们现在节目比较晚一点来讨论，像之前的红姐事件，我们其实也有好多看法可以聊。对，但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就是跟大家一样的节奏，我们都是一样很努力的往前走，因为人生的时间也只能往前走。有很多东西你想做的，其实都来得及，所以我希望说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看法，哪怕是历史啦、两性啦、职场啦、家庭生活，我们其实还蛮多可以跟大家聊。所以以后啦，我想我们这个第一集初见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初衷，我们做这个节目以后可以听到很多包山包海，请多包涵，对，我们就都给他包，可以聊，包起来，对，是啊，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一路走过来的，对不对？以前我也觉得说，才10几20岁有那种梦想，那你说现在还有梦想吗？现在的梦想你会觉得好像变实际了。就你该说妥协吗？有一点妥协，对，但对啊，像我年轻时候，当小时候还没毕业，像我要开飞机啊，结果长大之后，我发现我的体重太重，有近视就没办法开飞机当飞行员然后或者是说我以后赚很多的钱啊，我结婚要请100桌，我才发现100桌你要花多少钱。而且我跟你讲，我觉得喜酒啊，以前早一辈的人结婚他们是真的是可以靠结婚赚钱，以前可以啊，真的是。然后现在我听很多，包括我亲弟弟，然后他们就说打平就不错了，对，有些甚至是可能环境也比较好啦，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其实没有特别的说一定要亲友包什么红包，甚至是有些人说你随便包或不来，你不是不来，就是不用包也没关系。大家希望的是就是可以尽欢。对，而且现在也越来越多人就是也不办婚礼，然后台语叫做杯对啦，杯对就是那种就是我结婚你来，然后你结婚我去。可是有时候这个也很难讲，它就是一种人际关系，或者是说现在有一个讲法就是说等价交换。对啊，像我就很亏啊。对，那不结婚就亏，我不结婚就亏啦，就变成说包很多包。对，我从年轻包到现在，那至少20-30对有了吧。我没有机会回收啊，不要说回收啦，就是
反正这个我自己决定的。可是我觉得回收你也没说错，因为其实结婚红包的概念以前是说。以前的人很多不好过，有没有？是祝福，有点好像跟会的感觉，我们就帮你这个会，对，然后换我结婚，你们来赞助，帮我祝福，都在这一个红包里面。没错，没错。以前就是概念是说，我知道了，我听到的是这样了，就是说新人结婚要养家了嘛，对，成家本来不容易嘛，所以大家都是透过这个方式来帮助这个新人，有一个小小的帮助他，然后让就是可以他新家呢可以一开始会比较顺利一点，对，然后后来就可能也有一点变了啦，我觉得就变成说大家越搞越大，还有什么公定价，然后现在酒席也变贵，以前酒席大概一桌15000、2万差不多，现在呢？现在应该不止了吧？尤其是饭店的，如果你请在饭店里面，然后我最常就是朋友之间有时候会问，就是说我今天有个朋友去，我该包多少？我常会问到这件事情，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不方便讲，不好讲，反正就有行情，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对，现在的行情也应该也是越来越高了，以前大概2200一包就 OK。对，现在至少要3600，至少哦。好，我们好像有点离题，也没有到离很多啦。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聊聊一些我们人生的变化。好，那还有就是这个节目啊，我们没有要教大家成功，但是也有可能我们大家来闲聊，搞不好你会找到成功的方法。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你去放轻松，然后你让你的心灵自由 ，free your mind， 然后我们就这样聊出来。我们的节目也是这样聊出来，说，你要不要做自媒体？好啊，你要不要做？那当然就是你知道，也要很刚好有一些 timing， 所以有时候。很多东西啊，你会觉得说我都照着我的计划，但是你真的没办法照你的计划。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对啊，真的。希望可以借着这个请多包涵的节目，我们互相的倾听交流哦。那我想呢，我们在想说，别人不是都会什么 YouTube 啦、Podcast， 因为我们这2个频道都会有这样，那人家都会有来宾我们现在就是2个人这样哼哈二这样子，我们就先从自拉赛开始吧，就走朴实路线啦，对不对？然后草创真的我们也没什么不好意思麻烦人朋友啦，也没预算请特别来宾，我觉得就顺其自然。就做自己的，对。当未来如果有我们哪一集的主题是，我们认识的周遭朋友是这个行业的专家，或者这个领域的，知道很多人，我们可以邀请他来。像别人不排除提告，我们不排除以后请来宾。会啦，但我想说，先让大家认识我。其实还蛮多朋友认识我，因为我是亚洲电台的 DJ， 然后以前我曾经是购物台的资深主持人，然后在更之前我还有做过 online game 的 marketing 这样。然后我觉得一路走来都跟人有关，然后你说主持活动，什么演唱会啦、记者会，各种很多活动，婚礼我也主持很多场，我就看了好多好多的人生百态，就觉得说，比如说你主持的风格啦，或什么也是会跟着你成长之类，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是我也不急啦，节目当中我们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到这样，但是就会觉得说这个真的还是蛮伤感，就是你知道年纪多了，朋友少了，花费多了头发少了，脂肪多了。你说我肚子胖，我的冲动少了，对，还有呢，社交多了自由少。还好我没有这个体会，我们2个目前都没有这种体会就是自由少了这件事。但是我们的朋友给我们很大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报备老公老婆，但是这个是尊重必须的啦，是，但一定会有一些牺牲。所以我说，我们大概6、7年级的朋友真的很需要有一个请多包涵的地方，你知道吗？对啊，可以来聊这些没错。但是还有什么呢？我发现现在的我们发票中奖少了，对，情绪勒索多了，报税复杂多了，朋友来访少了，保健食品多了，喝酒约他少了，手机群组也多了，有手机群组很多，但是都已读不回，没有什么用啊。讲心事的朋友，这真的是越来越少。现在很多人甚至会跟什么
ChatGPT 聊天。哦，对对对对对，我想说这有什么好聊？但是他们把它当成一个人在聊，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匪夷所思。但有没有可能他真的太 lonely I'm Mr. Lonely 就是有能接，不错不错，哎呦不错哦，好，就是 lonely。可是我必须跟大家讲，就是说，我当然朋友还蛮多，可是你真的有时候我也会有夜深人静、忙完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杨凯好像杨凯真的没什么朋友，有我觉得我朋友有变少的感觉。我也是啊，我觉得到我们这个年纪啦，就是你看年龄越来越长哈，你会发现，我觉得不是友谊变质，而是我们会越来越想要把时间跟精力花在值得花的人身上。对对对对对，你讲到这个哦，我前2年也是国中同学哦，我虽然还有蛮多国中同学维持蛮好的交情。我国中同学有没有看到就看到吧。你知道我在讲，看到了，如果说对了，只好请多包涵。对，请多包涵，也让你知道说我们走远的原因是因为你太现实，你只想讲直销。你要这么直吗？你要这么的直，这么的呛吗？对，也不是呛啦。我们以前很好，我很喜欢你这个朋友，喜欢你这个姐妹，但是大家长大了，可能遇到一些事情，那我可能来不及去体谅你发生过什么事，但我还是试着去体谅，因为你要赚钱，你要业绩，但可能我没有办法符合这些，因为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大家路方向不一样，所以很不好意思没让你做到业绩，但是我心里也是有一点惆怅，就是原来你找我就是要拉直销，然后没有你就不理我了。我就觉得这有一点点就是失落啦。我也听过蛮多例子，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我那个同学，真的我很喜欢你，但不要跟他讲直销，很喜欢你。不要跟他讲直销，你交朋友，我觉得大家交朋友，从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念书时候也好，刚出社会也好，我们那个时候交朋友，大家就是交心，对，就是个性相符，大家聊得来，我们就会变成是好朋友，对。可是当后来很多时候友谊变质，往往都是因为这种现实啦，或者是一些利益关系，对，造成说大家开始疏远。其实我们也听不少，不是只有我自己哦，就是说，比如说捧场啊，买个保单啊，结果买了没多久，他没做离职嘞，对啊，然后不然就是那个直传销你加入咯，然后他没做嘞，没做了，对，然后你怎么样，可能就是直传销本身也没有问题，我觉得是看你怎么做啦哈，但是大家不要找我做，因为我不适合，谢谢。我先讲哦。那个做什么行业，我觉得它都有它供需存在的必要性，但是你要看人家有没有适合，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一旦有一个目的性，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就不好。你就不是单纯的交心了，你本来就是你交这个朋友是为了有目的性，像你刚刚讲的目的性这件事情，对，你是为了你的业绩，你是为了保单，你是为了你要卖什么东西，之前还有朋友是卖佛牌的，那就就大家就会捧场嘛，难免捧场。如果单价不是很高，捧个场，我觉得那个无可厚非啦。但是变成1次2次久了，然后你可能之后又买了之后又有新的东西来，你又来找他说我已经买了，我现在又要再买一个，你就压力就越来越大，然后就慢慢累积到后面就是大家开始疏远，结果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大家有点 emoji 有点不太对，但是又不好说，对吧？所以就说很多不好说、没人可以说的，我们节目来帮你说。我们来帮你说。是啊，所以我想我们的节目会蛮多6、7年级的好朋友们，好，那当然有5年级比较早出生的哥哥姐姐们，或者是有8、9年级之后，我们也欢迎加入，因为其实现在。还活着的还有很多的所谓中间分子，很多6、7年级，我们真的遇到好多事哦。光是世界末日的预言，我们就遇过3个。对，还有哪3个？我们挺1995 Y2K 1995，你说什么？1995是香港，不是1997才是香港回归，是1995什么闰8月什么，然后还有2012是
彗星撞地球，对，还有一部电影，还有 Y2K， 所以第4个了，就是上个月的什么日本漫画的预言，他只是做一个梦，他什么预言不是，并不是，这到底谁讲的？其实作者也没有特别讲他只是说我做了一个梦，对，然后大家把它当成是预言，我就觉得其实漫画它也是一种戏剧的延伸，它就是一个幻想，然后就是可能刚好有几个刚好凑中，所以有时候人真的不要自己吓自己啦，对不对？但是我们真的遇到很多，还有什么雷曼兄弟破产啦、金融海啸啊，那个在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新冠肺炎之前新冠肺炎也是一个很可怕的历史级的。你还有印象那个叫做 SARS 吗？SARS 那时候也蛮严重。对，我们的那时候就整个公司有分组办公的这件事情，就是还有隔离这件事情，还有整个和平医院封起来，你还记得有印象吗？对，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第一次，算是世界规模的这种。所谓的疫情啦，这种历史级的事件，我跟你讲，那个就算有一天我们嗝屁了，然后我们已经投胎3辈子了，这些历史永远都会记载着，都会记载在这里。结果呢，你不需要喝孟婆汤有上辈子的记忆，可是这些一辈子都会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没错啊，这些都是。所以你看，我们经历好多20年呢，我从我出社会到现在20年，我人生50年了，经历过这么多事情。算是好还是不好？也不是只有你 ，You are not alone， I'm not alone 吗 ？You are not alone， 而且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其实很多朋友也可以说是人生的活字典，只是说我们有这个节目，有这个管道，可以把这个东西整理出来，这样子。对啊，就是把我们过去的经历的一些事情，是物品也好啦。像我们今天就把整理一些物品的回忆，是不是？回忆，你看那个在这边前面有一些这个几个大家不知道，这个我们只有这个年纪才知道了，这个叫什么？录影带 ，VHS 的录影带。而且我还记得回带机都是那种什么跑车型的回带机，有没有？哇塞！然后以前在那个录影带店，就是我的小时候，我小时候看哆啦 A 梦，那我小时候叫小叮当。对，那时候我去看那个录影带，妈妈带我去，是我妈妈带我们看的。我觉得我妈也是蛮屌的一个，我妈是蛮屌的妈妈。你看，然后通常你在租录影带，他们就放这边，然后屁名就在这里。对。啊，比如说比较大人世界，比如说会有什么大姨妈跟三舅公的恋爱啊，那个片名有没有？没错，对，那个有时候在某个小房间才会看得到的东西。对，然后那个就是比如说在爸爸妈妈的房间，然后因为我以前念书成绩还不错，然后爸妈买任天堂电动给我打，然后因为我太爱打，他们就把它藏起来。就我不小心在我妈房间有看到什么大姨妈，是不是觉得停住了？怎么讲一半而已呢？对，感觉后面应该会越来越精彩，对不对？然后直接跳到第2集的造型了，我们都换衣服了，对，我发现了哈。是，好了，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上一半讲这样，然后不讲完就直接第2集吗？其实有啦，我们有讲完。老实说，我们足足聊了44分钟，哇哦，44分多钟的内容。但是呢，很不幸的，相机的电池没电了，真的是。好，没关系，我们还是保留，我们就不录了。不是不录，就是我们不再重录啦。对，第1集呢，想听后面的，我们到我们的 podcast 上面，我们都各大 podcast 平台都会上架。那我们以后不能去3重那边录音为什么？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做重新录一段。我们不是在那里，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们没有重新录一段。我们录好几段，所以我们保留我们原本其实就是一镜到底最自然的这个 talk 内容。那大家可以去 podcast 搜寻，请多包涵。那么之后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都是呢可以找到我们，请多包涵。谢谢。请多包涵 Podcast 第1集7月30号，声音 check action， 仪式感。这是我们今天的第1集，
nervous，好紧张哦！我的天哪！我突然脑中有一片空白。然后我其实自己也想要来开一个频道来畅所欲言，但是你知道这个 partner， 等一下，挖黑喷，我忘了按录音啦。好了，声音听得到，听得到非常清楚 ，clear， clear。嗯。